大陆惩处台独金主，台当局扬言要反制，两种手段只是个笑料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最近，中国大陆公布了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之后，台湾远东集团旗下的纺织、水泥等事业在大陆遭到了重罚，这引发了岛内政坛的地震。而远东集团的遭遇可能只是杀鸡儆猴。民进党最担心的恐怕是断了竞选资金来源。国台办随后又确认，台独顽固分子人数还会增加，这件事还没完，其影响将会非常深远。面对大陆的制裁，民进党当局不甘示弱，亮出了两个所谓的绝招：一是煽动台商回流台湾，二是扬言要对大陆进行反制。台湾地区当局最可能做的就是煽动台商在本岛投资，或者投资东南亚，减少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。然而，由于两岸同文同种，台商与大陆企业早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供应链关系，这一政策可能根本就无法吸引台商回流。蔡英文在上任之初就曾经推动过南向发展战略，结果台湾的外贸对大陆的依赖度反而增加到了43%。民进党正在研究的所谓反制措施是禁止大陆的高官入境等等。然而，大陆的官员在台湾根本就没什么利益，甚至连大陆普通民众都不愿意去台湾。那么，一旦公布了这一制裁，那么将进一步的断绝两岸交流的可能。那么接下来，两岸的经贸合作协议将于明年1月份到期，未来不再续签的可能性也就进一步的增加了。最终受伤害的依然是台湾的经济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台湾地区当局显然想通过反击措施来扰乱视听，把大陆对台独金主的处罚说成是对所有台商的打压。首先，大陆处罚台湾远东集团有理有据，有其支持台独的原因，还有违反大陆法律的违法依据。其次，从台湾远东集团认罪的态度来看，说明与大陆有一定的默契，未来还想继续在大陆发展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次处罚何尝不是救了台湾远东集团的未来？最后，大陆的目标不是为了处罚台企，而是明确表示台企不能支持台独。未来台商在大陆挣钱和支持台独，二者只能选一，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正确。在台湾远东集团之后，估计还会有某些台企被处罚，但是数量不会太多，根本不可能给台湾地区当局破坏两岸经济合作相应的机会。当然，为了达成让在大陆经营的台商不支持台独的目的，我们必然做好了承受一定经济损失的准备。当然，这个损失更大的不是大陆，而是台湾。那么，一旦台湾地区当局对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反制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？那么很可能会逼着大陆加大对台独势力的打击范围和力度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已经明确表示，千万不要低估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。民进党现在显然已经急了，因为大陆制裁的这个节骨眼，台湾岛内党派林立，任何职位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，而大陆甚至不用主动调查，台湾内部自然会有人送上台企的政治现金的情况，谁也别想侥幸。那些顽固台独分子一个都跑不了，未来都很难获得资金支持。从长远的角度看，大陆此举实际上在给所有台企一个机会，一旦两岸统一了，现在知道与台独切割的企业显然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反之这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商人是逐利群体，相信台湾的商界会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